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阿联酋第一阿布扎比银行考虑竞购印度 Yes 银行约50亿美元股份。日本30日联金融集团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也表示初步兴趣。接下来这条，智利总统府附近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人满为患，反映了总统承诺改善民生的压力。无家可归者数量大幅增加，即使在富裕地区也是如此。政府已宣布将无家可归者纳入全国人口普查。下一条，亚洲股市上涨。此前，全球科技股上涨带动全球股市创下新高。美国消费者价格数据将于周四晚些时候公布。接下来这条，优衣库母公司迅销提升至3年来最高年度盈利预估，因日本和海外市场销售强劲。下面这条，英国5月份经济增速超预期，为新任首相基尔·斯塔默提供了一些动力，但增加了英国央行下月降息的疑虑。经济产出5月份增长 0.4%， 4月为增长 0.2%。 国家统计局称，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，另一个 0.2% 的月度涨幅。经济上升的强劲程度增加了英国央行8月1日开始降息的疑虑。本周3位政策制定者强调了国内价格压力的强度。周四早盘期货市场的3个星期内降息的可能性从周三的略高于 50% 降至低于 50%。 接下来这条，塞班耶斯蒂尔沃特公司遭遇网络攻击，导致全球运营受限，但其核心采矿和加工业务正常运转。公司已隔离 IT 系统并开展调查。接下来，中国高科技供应链中的铜线加工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，尽管需求强劲，但产能过剩使得市场竞争激烈，只有强大的公司才能生存。接下来这条，苹果销量低迷的 Vision Pro 混合现实头显预计等到明年推出更便宜的版本后才会扭转颓势。让我们关注，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，苹果将向竞争对手开放其移动支付系统，以避免巨额罚款。从现在开始，竞争对手将能够与 Apple Pay 竞争移动支付，消费者将有更多安全且创新的移动支付方式可选。下一条，高盛策略师担忧美国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的过度投资。过去1年，亚马逊、Meta、微软和 Alphabet 等超大规模公司在资本支出和研发上投入约3570亿美元，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人工智能，占标普500指数资本支出和研发的近1/4。接下来这条，达美航空第2季度营收创纪录，但打折机票导致利润低于预期。然而，该公司表示夏季旅游需求强劲，并重申全年收益指引为6至7美元。尽管如此，由于旅行需求的增长和额外的运力，机票价格都在下降，这可能会导致行业利润率增长放缓。接下来这条，百事可乐2季度营收低于预期，因其零食和汽水在美国的主要市场需求疲软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周四暂缓上涨，华尔街准备迎接关键的通胀数据，它将是对其强劲反弹和降息希望的双重考验。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 0.1%。 此前，该指数于周三首次突破5600点。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期货下跌约 0.2%，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合约徘徊在持平线下方。让我们关注，美国股市对拜登竞选表现不佳反应平淡，可能是由于投资者认为无论哪一方获胜，都能有利于股市。此外，一些分析认为，距离选举还有4个月，时间因素可能会导致股市波动加剧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6月份环比下降 0.1%， 同比上涨 3.0%， 低于预期的 0.1% 环比增长和 3.1% 的年增长率。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，月度 CPI 首次低于 0%， 也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慢年度涨幅。市场对该报告反应积极。10年期国债收益率 TNX 下跌约9个基点，至 4.2% 左右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